求小主允奴婢伺候您更衣。出去。前世也是这件衣服。谁让你穿玉娇的衣裳的？别想抢我女儿的任何东西！母亲，我也是你的女儿啊！母亲，住口！本宫只有玉娇一个女儿。来人呐，把这个灾星给我拖出去！莫要染了晦气！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我本东宫嫡长女，却被他们当作灾星，10年流落在外，而我的胞妹却被奉为福星，受尽宠爱。前世我费尽心思的讨好，最终却被他们折磨致死，错得离谱。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一个乞丐啊！萧慈安为何不更衣？皇家的颜面岂能由你折辱？衣裳太大，我穿不了。真是没规矩！父皇你也看见了，此女在民间流落了数十年，沾了一身恶习，是万万不能进东宫啊！没错，此女命克东宫孙儿，恳求皇祖父将她送往皇仪寺。皇虚寺那可是犯了错的皇室真人才会被关着的地方，这孩子又有何错呀？谁说不是呢？为何不开口替自己说几句？孙女本就不想入东宫，君子不夺人所爱，不强人所难，不想损了东宫的运道。读过书？何止是读过，前世东宫的那些策论文章，哪一篇不会是我替他们写的？回禀皇祖父，慈安在外面没饭吃时，就爬私服院墙偷听夫子讲课，听得入迷就能忘记饿了。这孩子还颇有几分陛下当年的风华呢。孩子，在外这10年，你受苦了。这些年慈安流落在外，未能承欢膝下，心中实在愧疚，求皇祖父原谅慈安不孝之罪。是个至纯至孝的好孩子，是皇家亏待了你。慈安呐，你喜欢什么？皇祖父许你一个心愿，求皇祖父允孙女换个父亲。啊，换父亲？父皇，此女目无尊长，这日后必成大患呢。方才的话若是传出去了，我们皇家的面子岂不是被天下的人耻笑？父皇，儿媳10月怀胎，分娩时险些丧命，得知她被贼人掳走，儿媳更是日日以泪洗面。如今她却要认作别人为父亲。姐姐啊，你这话还真是伤了母妃的心了。太子殿下、太子妃娘娘，那我若求皇祖父引我入东宫，你们愿意吗？想来太子妃娘娘是不愿意的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所以我不会去东宫。那我就该去皇觉寺吗？我穿的破烂，是因为我没有银子买衣裳；我面黄肌瘦，是因为我1日3餐，从没吃饱过。纵使如此，这些年我从不曾怨恨，我也从不曾走歪路行恶事，而是努力的读书识字。难道你们觉得我是灾星，我就活该去皇觉寺吗？你竟敢质问上卿，这是要治罪的！太子妃娘娘，我何时强求过做您的女儿？我只不过是想换个父亲。我究竟是犯了什么滔天大错，竟让你们如此厌恶我？你错就错在你的命不好，你的命与东宫的命格相合。皇祖父，太子殿下说的这错，孙女不能认。孙女若是认了这命，不知早死多少回了。萧慈安，太子，他也是你的亲生骨肉，身为储君，应心怀天下。而你呢，竟放不下一个孩子，将他视如草芥时，可曾想过他也是朕的血脉呀？父皇息怒，儿臣知错了。儿臣这就在东宫给他收拾出来一间住处。哼，我不会把这孩子交给你的。慈安到皇祖父这儿来，这位是朕的4子齐王，有一嫡女；那位是朕的3子三王，有一个嫡子。至于最那边，朕的长子秦王，年岁至今尚未娶妻。罢了，这几位之中择一人，商议过继之事，皇祖父替你全权做主。皇祖父孙女选他。大名鼎鼎的纨绔王爷秦王萧北辰。前世我被萧雨娇推放入御花园里的湖水之中，溺亡。宫中有令不许打捞，只有秦王将我打捞上岸。下辈子投个好胎吧，你也。我和萧北辰本就是一条船上的蚂蚱。王爷，王爷！你要认那草包为爹？太子殿下慎言，那可是您的大哥。孽障果然是克我的。二弟，刚好本王膝下无子，你又不喜欢这个孩子，还不如让给本王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哎，再说了，这个做大哥的给弟弟擦个屁股应该的。孩子，你确定选他了？不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儿吗？我秦王府又不是养不起。萧北辰身为先皇后独子，母妃一直是皇祖府的白月光。他虽纨绔，但只要他从此改过，这太子之位定会是他的。皇祖父孙女确定。好，那朕就封你为福安郡主，乃秦王府嫡长女。恭贺福安郡主。有点意思。萧慈安，你可知秦王在外的名声啊？整日沾花染草，斗鸡斗猴，在京城中就没有一家人愿意把自家的姑娘嫁过去。你可倒好，还上赶着巴结他。不劳皇孙殿下费心，比起皇觉寺，我现在已经十分满足了。你呀，比起雨娇可真是差远了。雨娇在我的教导下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她一个乡野出身的丫头，岂是比得了的？太子妃娘娘，您刚刚不是说
我被贼人掳走后，您日日以泪洗面，缠绵病榻吗？要我说，怕是教导女儿过于耗费心神所致。哎，弟妹，本王的女儿你也敢欺负？这丫头牙尖嘴利，秦王日后可要好好管教才是。本王的女儿自是天底下极尊贵之人，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要靠山有靠山，何来管教这一说呀？二弟，你说是不是？回宫。王府共有170桶酒，王爷每月宴请3桶，还剩70桶。京城的戏班子半月来王府畅饮，王府赊账370两。西郊的赌场上个月来催债，王爷抵了价值1370两的赢家大作。王爷有4库庄子和300间铺子，上月亏空3700两。父王没伤到你吧？没有，本王今天准备出府巡视一趟，不知道你有什么想吃的、想喝的，本王给你带回来。父王是要去斗鸡还是斗蛐蛐，亦或是喝酒听曲？父王难道喝酒听曲比慈安还重要吗？不，怎么可能喝酒听曲哪有慈安重要？慈安比他们重要千百倍。慈安知道前几日父王不来找我，就是因为这些。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不喜欢我，连父王也不喜欢我吗？我喜欢，最喜欢慈安了，我最喜欢你了，别哭了。来人啊，把本王的蛐蛐全部扔出去！不止蛐蛐，还有斗鸡，还有酒。糟了，阎王点卯！慈安习惯了，慈安就是一个没人喜欢的孩子。还有本王养的大公鸡，全都炖汤了，给君主补补身子。还有那些酒留着干嘛呢？丢出去！萧北辰当真扔了那些安杂玩意儿啊？我的人是这么说的，不过母后萧北辰的纨绔满朝皆知，可能就是一时兴起。可他毕竟是皇上和姐姐唯一的儿子，姐姐当年为了皇上挡箭身亡，皇上与他情深意重。若不是当年本宫算计萧北辰，私会我宫里的丫头，恐怕这太子之位还落不到你头上。你去请你父皇，本宫要在这儿设家宴，叫他和那丫头来我宫里吃饭。是。本宫倒要好好会会这对父女。王爷，皇后娘娘派人传话来了，说请您和郡主即刻进宫用膳。不去，今儿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本王也要吃这鸡。来，慈安吃。父王也吃。吃。父王，皇祖母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和皇祖母一样和蔼吗？他可不是个好人，想当年本王就是被他害惨了。不过你是他孙女，他应当会喜欢你的。朕叫你进宫用膳，你竟迟迟不来，全家人都等着你。皇上息怒，北辰定是有要事在身，所以才延误了时辰。有什么要事？这混账整日在外面鬼混，我要把皇家的名声给败全了。皇祖父息怒，都是慈安的错，是慈安让父亲把府中的大公鸡炖了吃，这才耽误了时间。大公鸡？秦王府上的那几只大公鸡吗？是，还有蛐蛐和府里的那些酒，因为慈安不喜欢，父王就把他们都给扔了。朕教不好的儿子，竟教他3两下说服了。慈安那乖孩子，来人，去秦王府上把没吃完的鸡肉端来热热，朕也要吃。本宫今日就是想来瞧瞧孩子，慈安快来皇祖母这里。他怕生坐本王身边就行。乖孩子，前几日的事情皇祖母听说了，可你是他们嫡亲的血脉，他们怎么会不喜欢你呢？本王的女儿关你东宫什么事啊？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，难不成要生生断了情分？本就没有情分可言。放肆！你怎么跟你母亲说话的？皇上，北辰如今有了慈安，也是有几分当爹的样子。若是当年北辰没有做错事，那孩子怕是也该有慈安这么大了。那还不是拜你所赐？就真的搞不明白，为什么有的人做错事都不心虚，还主动提起那些事。混账！你如今敢顶撞你母后，我说的有错吗？当年要不是因为他……皇上，不要打北辰，是臣妾说错话了，臣妾以后不提便是。别替他说话了，我大喜以孝治天下，怎么就生出这么一个忤逆不孝的东西？哎呦，母后！你说的没错，萧北辰就是个忤逆不孝的东西。吓傻了？我早说过，你会为你那天选了秦王而后悔的。大哥跟他多什么嘴啊？吓傻了才好。他是个傻子，秦王也是个傻子，正好凑成一对傻父女。看见了吗？我父王可是东宫太子，想要整死你父亲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你们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，就不怕皇祖父责罚吗？怕什么？这里都是我父王的人，而我是父王的嫡长子。我的父王正陪着皇祖父说笑，可你父王就算此时此刻被打死，也不会有半个人多看一眼。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。差距？这板子与寻常的板子确实有些差距。
皇祖父替我挨了一板子，赶紧给他教育役啊！之前也曾多次命人打着混账的板子，怎么这次没了轻重了？父皇息怒，皇上不关景院的事，板子是臣妾的人打的，是臣妾管教下人不善，请皇上责罚。好，皇后竟然管不住自己的人，那就该罚。来人，把那2个行刑太监杖毙。皇后罚抄女德语戒10遍，在福安郡主伤好之前，就暂住在朕的紫宸殿。慈安疼不疼？要不要本王给你念花本子，转移一下注意力？慈安没事。父王，我今天看那2个人使劲的打板子，我害怕。以后你就习惯了，只要有你皇祖母在，被打是经常的事，早晚会被打死。可是父王，您今日没有用力推皇祖母，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不跟皇祖父解释？这样就不用挨板子了。本王没有用力推你皇祖母，本王之所以推开她，是因为不想她挡在我和你皇父宫之间。那您说他陷害你是真的吗？当然是啊，本王当年就是被他算计的。可是皇祖母是你的娘亲，她怎会待你如此啊？她可不是本王的娘亲。怪不得要申是你的娘亲，肯定会心疼你被打板子的。去叫太子过来见朕。是。我这父王可真是太上道了。儿臣拜见父皇。哼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！父皇明鉴，父皇明鉴，儿臣绝无结党营私之心。上月儿臣之所以宴请宾客，只是因为雨娇说牡丹花开得好，所以儿臣才叫人来家里面看看。就因为雨娇那孩子的一句话，你就请了数10名朝臣及他们的家眷去你京郊的别院赏花。你把朕当傻子吗？可这些事情平日里父皇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今日为何突然烦呢？来人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儿臣没有。皇上息怒，打不得呀！朕打自己的儿子，为何打不得？皇上，太子乃一国储君，若是打坏了，会动摇国本呢。就他还能动摇国本？父皇，儿臣绝无结党营私之心啊！皇上，臣妾敢以性命担保，太子绝对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。要是真是你的娘亲，肯定会心疼你被打板子的。哼，皇后，你还真会护着自己的孩子。再打10板子。此事作罢，望有下回，绝不饶恕。父皇，皇上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。庆旨，朕今日才发现，他待咱们的儿子，并没有像朕一直以为的那么好。魏长海，是。北辰当年私会宫人的事，你再去给我仔细查一查。当着你父皇的面，还敢耍小聪明？你如今的胆子可是越来越大了。你难道看不出来，你父皇很喜欢那个丫头吗？一个孩子罢了，养在东宫便是。如今倒好，你去想个法子把那孩子要回来。可那孩子如今已经被记在秦王名下了。哼，他是你身上掉下的肉，你去对他说些软话，只需你待雨娇的一半对他好，他自然乖乖回来了。是。父王，这里是什么意思啊？书到用时方恨少啊。史书晦涩，看不懂是正常的。慈安不如到东宫来，母妃教你好不好？太子妃今天就是来抢本王的闺女的，她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本王自然会帮她解决。不劳二弟妹费心了。慈安巡回那日，您作为生母既没备份礼物，还阻止她碰萧雨娇的衣裳，还真是水仙不开花，只会装蒜。只要你肯搬到东宫来，你的吃穿用度都会和雨娇一模一样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不愿意去东宫。当日你和太子殿下厌恶我，现在又让我回去，把我当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物啊！我现在是秦王的嫡女，在这儿我就是被捧上心尖的宝贝。还听不明白吗？门在那儿，请吧。父王您上知天文，下知天理，一定比萧雨娇那个父王强。萧雨娇父王会的，我父王也会，不会的我父王还会，是不是？我不太会啊。父王为何不说话？父王一定知道这张是什么意思吧？那当然知道了。慈安，父王去给你热杯牛乳啊。这个10万火急，我搞不明白，你跟我说一下呗。脑子坏了吗？你不是一看字就头疼吗？我不能让慈安瞧不起我，快说啊！来，这句话呢是这个意思，懂了吗？啊，
知道了，父皇。这题呢，父王给你讲一下啊，很简单，看我。我父王真厉害。那这个呢？慈安也不懂。父王想起锅里还有一锅牛肉，去就来啊！父皇赶紧给儿臣找个知晓史书的夫子。我看你为了慈安这丫头还知道学习了，你们挺有父女缘分呐。慈安从小就没有娘疼，萧小军又不喜欢她，跟我没什么区别。总之我跟慈安的事，不劳您费心。沈大人，这书上的内容，你天亮前必须给我讲明白。父王，您不会一直在这看书，一宿没睡吧？当然不会了，这些知识本王早就学习过。照他这个苦学劲儿，我好像真的能望父成龙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《论语》12章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皇上，臣以为这秦王殿下真是奇才呀！凡是臣讲过的，只需一遍，秦王殿下就能领悟精髓。皇祖母，他是东宫为洪水猛兽，我们不如早日分清敌我，率先击其柔弱之处。孙儿知道一种西域幻药，几日便可入仙，能令淑女当众疯癫。若那时赶上王府宴席，皇祖父定会将他发落黄觉寺。7日之后，恰是关联节，本宫要将今年的宴会放在秦王府举办。郡主今日的药不对，多了一味迷醉，是能致幻的药。想把本郡主变成个疯子，那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药送给他喝。慈安，那个7日后，皇后说要在我们府里办一个什么关联节，你说咱们要不要？又一个7日，原来这毒是皇后下的。敢害我女儿！这事说到底是府里被人安了眼线，不如我们借此机会连根拔起，以后才能过安生日子。引蛇出洞，方能打蛇7寸。不知道父王愿意不愿意陪慈安演一出戏？成了，皇祖母！秦王府传来消息，说那萧慈安得了疯病，秦王都不敢见他了。陛下，求您救救郡主，那孩子得了疯病，可真是吓人呢。皇祖父，慈安向来是没规矩的，如今他得了这疯病，依孙儿所见，赶紧给他送往黄溪寺吧。虽然有万般不舍，但皇家的颜面重于泰山啊！来人，快给他抓起来送去黄觉寺。云真哥哥，怎么又想送我去黄觉寺？他怎么没疯？皇祖父，要不是您来了，我就要被这些下人给害死了。姐姐别装了，方才那些奴才说你病了，我瞧着你不像生病的样子，姐姐是故意装病骗他们吗？装病？我在妹妹眼里就是这样的人。真热闹呀！萧雨娇，你对本王府里的事情这么了解，莫不是在我府里安排眼线了？这群刁民欺负我女儿的事，我得好好思量思量。来人，把这些人拖下去，打上800板子，流放边境。800下，那是会死人的。皇孙殿下，救救奴婢吧！你说过的，只要我为你办事，你就会保我们全家平安。皇祖父，这些下人只不过是临死前的胡乱攀咬罢了，切不可轻信啊！还没老，不用你教朕怎么做事。陛下明鉴，此事与我太子府绝无任何关系。儿臣若有半句虚言，甘愿受宫中责罚，任凭父皇处置。若此事与东宫无关，为何要如此演给父皇看呢？好了，自己的家事自己处置吧，莫误了这赏莲宴。开席。明儿还来啊，还有很多曲子没弹呢。父王，女儿这里有点不太懂。不懂就对了。明儿我给你找个夫子啊，你不懂你问他。本王还要继续听曲、喝酒、斗蛐蛐。我明白，得益于继后的手段，萧北辰跟上便养成了爱玩的性子，也要适当的欲擒故纵才是。问你个问题啊，假如你有一个很可爱、很粘人的女儿，她有一天不粘你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嗨，女孩子嘛，肯定是想要你陪着她的，然后啊，就只好把情感转移到别人身上去了。转移到别人身上，该不会转移到夫子身上去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好好读书。找你爹学明白，然后来教我。下次来府上的时候，打扮丑一点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陆三爷能丑吗？子安，本王给你找的夫子到了。参见郡主大人。这夫子怎么跟读书人长得不太一样？那敢问夫子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本夫子也不太会。这我会。这个呢，就是屈原的原。不愧是我父王，父王，我感觉我都不需要夫子了，你直接能教我了。哎，那怎么行？陆长风不来王府，谁来给我转述老头的讲解？郡主，其实在下也略通一些琴棋书画，不知郡主可否跟在下一起学习呢？
好啊，正好我想学算术，那就按我们家的铺子来算吧。这账算错了，这只王八犊子怎么欠我这么多钱？走，要账去，咱们先去一趟云锦楼，这是咱们家最大的产业。我家有爹出长成啊。皇孙殿下怎么带着妹妹偷东西呢？谁说我们偷东西啊？我们在自己家的铺子里拿东西，你凭什么管我？更何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秦王府的东西本就属于我们的，本郡主就糟蹋了怎么着？小慈安，你现在都敢打人了，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谁敢打本王的女儿？大家可都看着呢，是他萧慈安先动的手。那是萧雨娇刚刚糟蹋胭脂，还说这里是他们家的铺子。今日见了妹妹才知道，原来咱们家的东西啊，都是东宫的。好好说说，这是谁家的铺子？这家铺子是您的，小人是您的奴才，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过就是太子妃家的走狗，这么多年瞒报私利，以为本王不知道？既然掌柜的说了，这铺子是我们家的，像太子妃娘娘那样位高权重的人，怎可能纵使自己的儿女犯偷盗之事呢？胭脂钱在这儿啊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皇孙殿下，婆父还没让你走，本王查账才发现，掌柜的还投奔了东宫，应该给了你不少好处。胡说！大伯空口无凭，要凭证是不是？来人，去找一趟京兆尹。本王今天一定要好好算一算这糊涂账。把太子妃娘娘亲自请过来，当面对质啊！大伯，这个掌柜的年纪大了，算错账也属正常。近年来的利润原封不动的送还，请王爷手下留情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萧云峥，本王的产业不止这一家铺子，要是少了一分，本王拿你试问。哇，这么多钱！慈安从小到大就没见过这么多金子。慈安呀，要是把所有铺子的钱都算起来，整个院子都堆不下。父王，近日南方犯了水灾，不如您去告诉皇祖父，云锦阁这些年的盈利，我们都愿意为拿来赈灾。当年慈安流浪的时候，要是能吃上一顿饱饭，别提多高兴了。父皇，那么大那么高一座金山，慈安想都没想就说全部捐给灾民。只要能像慈安这样的孩子吃饱饭，就算本王捐出一半的家产，我也毫不犹豫。没想到朕的几个儿子里，只有北辰有一颗慷慨济世的心。朕有另外一件事情要问问你，可否愿意接管户部？父皇，大哥年纪尚浅，接管户部恐怕不合适。太子殿下放心吧，本王不愿意啊。慈安才来我府上没多久，本王想好好陪陪他。玉娇就会说我的父亲是太子，慈安出去怎么说呀？只能说我的父亲是个闲散的王爷，靠吃老本活着。求父皇赐我户部官职，儿臣必不辱使命。恭喜大哥呀，靠着吃女儿的软饭，在户部谋了个位置呀。那是我们慈安有本事，竟然要送萧吉安那个下贱胚子去上女学。就她那个野丫头，在胭脂铺里当众殴打皇孙，哪个正经人敢娶呀？要我说，不如趁早送去青楼，当个倒夜场的下贱皮子，也算是物尽其用嘛。让你看看什么叫纨绔样啊！来呀来呀，打呀！就凭你这个胸无大志又不学无术的草包，等日后太子登基，也定不会让你们父女二人好过。哎呦，父皇，儿臣被打得好疼啊！怎么回事？这大哥刚刚当上户部侍郎，就对自己的亲弟弟下这么重的手。大哥，我们可是亲兄弟啊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？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狗屁亲兄弟！混账！别跟朕装模作样。为什么动手？他们是你弟弟，我就想听你亲口说，为什么打你弟弟？萧北辰，朕跟你说话为什么不回答？我只是提醒你要好生教育福安郡主，难道我说错了吗？父皇，你看看大哥，他刚当上户部侍郎，他现在就如此狂妄，哎呦，这日后还了得呀！看把他能的！哎呀，老三，我就是狂妄！老三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给我家慈安道歉！父皇，你看他呀，他当着你的面就敢打我，这要是日后知他不仅会打我，这下一个打的可就是您了！跪下！好大的胆子！那个，哎呦，父皇，那您先教育大哥啊，儿臣就先告退了。三王殿下，老奴送你。哼，蠢货，跟你爹一样，全大殿的人都看见了，是你爹先动的手，怎么着，还要学你爹那样打人吗？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可不得满足你，三叔。你就是不能给慈安做个好榜样吗？陛下，不好了，郡主又把三王给打了。父王别怕，慈安来了，我打人是真的，但我并非无故。三叔，你平日下朝都忙着结交朝臣，今日怎会突然好心来恭贺我父王？难道是想利用你激我父王犯错出手打你，好让皇祖父撤我父王户部侍郎之职？你胡说！那你敢不敢让皇祖父去搜府？
你和那些朝臣暗通窥此的密讯藏得再深，也得见光。父皇，你别听这野丫头胡说，儿臣对您的忠心，敢以性命发誓啊！老三，来人，鞭3尺，罚俸1年，送去黄居寺。萧慈安，你打你的弟弟妹妹也就算了，连长辈都要打吗？这是宫里送来女学的袍子，里面竟藏了毒针。若不是发现的及时，父王，您这会儿怕是见不到女儿了。是谁敢在我孙女的衣服里放毒针？老三要是个蠢的，肯定想不出这毒计，这背后肯定有幕后黑手。太子，传令日后，若是有人再想对这父女俩下手，就将他碎尸万段，绝不轻饶。郡主明日入读女学，皇后娘娘念郡主从未学过宫中礼仪，特命老奴前来教导。以为派来个刁奴就能管制到我？请郡主起身，随老奴练习走路。宫中女子走路的步长，头上步摇摆动的幅度，甚至脸上的微笑都是有规矩的。是啊，那你继续演示给我看呀。请郡主起来走一走，老奴会帮郡主纠正的。崔姑姑，你走了几趟了？回郡主3趟。才3趟，本郡主怎么可能学得会？麻烦崔姑姑再多走几趟。好啦，本郡主走路都学会了，你可以回去复命了。阿慈做得对，这种狗奴才就应该好好治治。父王明日就要去户部任职了，是不是要把大齐的账都给算一遍？不如这样，你每次办差的时候都找皇祖父给你长长眼，这样至少还不会办错差事。宁可谨慎一些，也不该轻易下结论。阿慈真是本王的小福星。慈安啊，今天是你第1天上学，你要学得进你就学，学不进你就多吃饭多睡觉。天塌下来有爹顶住，没关系的。知道啦，今天是父王第1天入职，你干得下去就干，干不下去就多喝牛乳多看报。我去上学了，父王再见。真是儿大不由娘。萧慈安，萧慈安，你还真敢来啊！本郡主天皇贵族，秦王府嫡出血门，皇祖父钦点入女学，你一个连胭脂钱都不肯付的鼠辈之人都能来，我为何不敢来？那真是抱歉了，在这女学本郡主说了算，皇祖父点名让你入女学，不就是嫌你撒野闯祸，丢皇家的脸吗？郡主，我们也是想要看看郡主的水平如何，今日需先测试一番。你知不知道我女儿流落在外10多年啊？今天好不容易入学，你偏要测试，是不是故意刁难我女儿？王爷，我想您是误会，我们也是想因材支教，是为了郡主好呢。因材支教？看你是癞蛤蟆爬脚面不咬人，专门膈应人。再有下次，信不信我把你女学拆了？慈安，咱们回家去吃好吃的好不好？父皇，快看，有人偷了咱们国库的银子。偷？那个词叫什么来着？贪墨，有人贪墨了咱们国库的银子。父皇，你想想，咱们已经10多年没有打仗了，百姓安居乐业的，国库的银子怎么会亏空呢？你敢查吗？反正我已经臭名昭著了，多一个我不怕。好，那就去查。朕再拨一些锦衣卫给你调遣。此等高雅之物，姐姐在乡野之间10年，怕是从未见过吧？不如让妹妹先弹给姐姐看。早就听说妹妹琴技一绝，今天我们就要大饱耳福了。妹妹的头发乱了，姐姐帮你整理一下。我父王今日奉旨抄家，第1家便是你舅舅薛家。什么？雨娇郡主琴也不过如此嘛。是啊，连音都弹不准，还不如街头卖艺了呢。妹妹别怕，姐姐说的这抄家不是你想的意思，只不过是让薛家把贪墨的银子都给吐出来。若是吐不出来，那就真要抄家。妹妹你怎么不弹了？大家都等着你这仙乐呢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姐姐最近也在学琴，还认了陆三爷做师傅，想必如今也能弹奏一曲，不如试试。陆家三爷陆长风。是呢，就是那个每日辗转青楼的酒色之徒。郡主，我女学乃高贵之地，你不该和陆长风扯上关系。为保郡主声名，护女学清明，请即刻和陆长风断了师徒关系。若不然，我就只好把郡主请出女学了。柳宗师好大的权力，竟驱赶皇家郡主。柳宗师，这后果您承担得起吗？女学真是好大的架子，你竟然敢驱赶朕的孙女吗？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郡主冤枉啊！我也是听雨娇郡主的吩咐办事的。既然你这么听雨娇的话，那就去给雨娇做婢女吧。陆长风，此案因你声名蒙羞，按罪当罚，免你护他心切，朕就赐你一官半职，莫要辜负了这份情谊。谢皇上圣安。
大伯，我今日前来是有个不情之请，就是可不可以让我在大伯身边学习学习啊？您看大伯，如今您是户部侍郎当差，身边连个可用的好人都没有，您只可用我便是。父王真是聪明，让我借此盯住他的动作，留在眼皮子底下也好。且看我如何掏空你们东宫的钱袋子。留在我身边做事可以，不过伯伯的丑话说在前头啊，你要替我做事，那你得好好听话哦。来人啊，把薛大人叫出来！哎呀，王爷您来了，有事远迎啊！好久不见啊，薛大人，我给你算了一笔账，薛府的开支和进销入不敷出啊，薛家应该是贪没了不少国库的银子吧？王爷，您说笑了，薛家怎么会贪没呢？来人，把账本给薛大人好好看。本王从来不是一个血口喷人的人，若不是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我怎么敢过来要账呢？薛大人怎么了？太医，太医！本王早就知道薛大人身子不好，所以特意带了太医过来。大皇孙，薛家贪墨，您是最清楚的。薛家对皇上一片忠心，那可是天地可见呐。薛家确实。云峥跟着本王过来是来办事的，怎么跟个闷葫芦似的，一句话不说呀？劝劝你舅父吧。这可是我和我父王的钱袋子，不能就这么丢了。本王给薛家3日时间，把所有贪墨的银子全都吐出来，不然本王就带着锦衣卫踏平薛家。云峥，我们走。东宫不会不管薛家的，我回去就跟我母妃说，让她想办法。慈安学习辛苦了吧？母妃给你做了杏仁露，你尝尝。这杏仁露是苦的，苦的？这明明是甜的呀。就是苦的，不合我的胃口。这哪里是什么杏仁露，分明是我苦涩至极的上辈子。无妨，这是我母亲教我做的，就是你那薛家的外祖母。你哥哥还有雨娇都爱喝，我便以为你也会爱喝呢。这世界上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的？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，生辰宴那日是娘娘不要我的吧？娘娘说我是灾星，不配碰萧雨娇的衣裳。薛家占我秦王府的铺子，给我下毒，企图贪污我的名声。我要的就是薛家付出代价，怎么样？你给得起吗？既然因我曾经落魄狼狈就嫌弃我，那就别怪我如今冷血无情。事已至此，只能凑钱。东宫一缺钱就来薅，挪用国库填窟窿，现在好了2头空。娘娘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不能开源，那就节流。明日起，把那粥铺停了。停了？真的停了？太子妃已经黔驴技穷，竟把所有的粥铺都给停了。他们不施，我来施。对，粥铺粮仓一个都不能少。本王最不缺的就是银子。粥呢，要换成肉粥；粮食要用细粮。咱们绝不能让大齐的百姓饿肚子。哎呀，秦王真是大善人呐！昔日那个纨绔的秦王，如今做了户部侍郎，倒像模像样了。大家都在夸父王呢，要不了几日，父王的名声肯定比东宫好。大家都别喝这粥，有人喝了这粥后死了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都来好几日了，也没出什么问题。这是怎么了？死了，人死了！哎，我说的没错吧，乡亲们，都是秦王干的，找他算账啊！怎么能吃死人呢？假慈假威，杀人偿命，杀人偿命！陛下，臣要弹劾秦王无德，竟在粥里掺杂带有瘟病的马肉，伤害百姓。臣复议，经太医查验，秦王府所吃肉粥乃掺有瘟病的马肉。想来是秦王沽名钓誉，为了名声竟不顾百姓性命。臣要弹劾秦王治下不严，臣等求皇上立刻把秦王押入诏狱，严肃处置。父皇，秦王虽为皇亲国戚，不过还望秉公严惩。大胆！问你们，那带瘟病的马肉是怎么到肉粥里去的？谁查过？连尸体的始末都没查清，就要朕去处置？我处置谁呀？处置你们这些尸位素餐的饭桶吗？陛下，臣认为性格善良的秦王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。依臣之见，此事极有可能是被陷害的。陆大人，难道你调查过此事吗？哦，薛大人，你就调查了此事，你就不能用你那猪脑子想一想？秦王在饭菜里面下毒，这样做对他能有什么好处？秦王自然不是有意在粥里下毒，只是为了贪图名声，低价采买了一匹病马，这才吃死了人。你怎么就知道这么清楚？依我看，这病马就是你卖的。臣自请彻查此事，7日之内，若臣查不清此事真相，殿下再把臣和秦王一起关进诏狱也不迟。请皇上恩准。准了。君主万万不可！你若是出现，那些百姓拿您出气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
各位大伯婶婶们，我们秦王府不会干出这种阴损的事。沈夫子已经去调查了，我特意让人煮了这锅白粥，这里面没有加任何肉。饿了吗？饿了，我已经好些天没有吃饭了。来，给你盛一大碗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先来排队填饱肚子。派人去跟薛府门口闹事的人说，来秦王府喝粥。什么？人群都散了？怎么可能？本宫可是找了不少闹事的。是萧慈安在府门外施粥，薛府门口围着的那些人便都去了秦王府。没想到这个丫头这么聪明，这个机会来的不容易，一定不能让萧百辰轻易的脱身。我听闻陆长风要出京查此事，你盯紧了他，若是查出些什么，直接把他绑在我这儿来。陆大人，薛家是太子妃的母家，姑不愿意看薛出事，还望陆大人高抬贵手，姑保证你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太子爷，您画的这大饼太大了，小的怕是无福消受。陛下正等着我回去述职。陆长风，你别不识好歹！你当真以为今日能活着走出这间屋子？父王，待会儿您便杀了陆长风，孩儿一会儿便装作受伤的模样，然后您就可以跟皇祖父说陆长风刺杀皇孙，当即处子。祖父若是不信，孩儿便给自己来上一刀，只要能保全东宫，这点伤值了。好蠢的法，陆长风，上路吧！住手！萧北辰，谁给你的胆子，胆敢擅闯东宫？当然是皇祖父给的胆子。太子萧景渊听旨，本郡主奉皇祖父之命，特带陆大人、太子拜见圣上。启禀陛下，微臣已查明，确为薛家马场有意售卖病马，证据确凿。15日前，薛家马场突发瘟疫，本应将死马埋了，但不知怎的，薛大人突然叫人把病死马全部刨出，以供新鲜肉卖给秦王府熬粥，且以正常肉价。薛长青在哪儿？你竟敢设计陷害本王，谁给你的错觉，觉得本王软弱可欺的？托薛大人的福，本王这几日可真是度日如年呢。说，这件事情只有薛家参与，还是东宫、太子妃都参与了？儿臣有罪，儿臣不应该以为太子妃是薛家之人，就包庇薛家的罪行。儿臣做错了事，还望父皇责罚。二弟认错认得挺快的，你为了包庇薛家，陷害陆大人，陷害本王，差点锒铛入狱的人是我。为了薛家，你可以牺牲一切道德，对吗？父皇，儿臣恳请您严惩不贷。薛家设计皇子，按罪当诛。秦王查抄薛家所有财产，传令7世以下的通通下狱。皇上，恳请皇上放过罪臣的孩子。殿下，您替薛家求求情，哪怕给薛家留一血脉呀！我薛家世代簪绫，本来就过着富贵祥和的生活，是你来到薛家，说要娶薛家的女儿，还保证登基后要善待薛家，这次我就和你一起陷害秦王。薛长青，你在说什么胡话呀？朕平生最恨首都相残。太子私刑不端，禁足东宫1月，命东宫上下所有人每日上书房诵读礼记1个月。等父王做了大官，必要为之前东宫抛弃你的事情，替你讨个公道。慈安不需要这个公道，倒是父王，慈安想替你讨个公道。替我？如今薛家倒台，东宫元气大伤，只要能帮父王洗刷过去的渊源，太子之位指日可待。皇后娘娘之前欺负你的事，是时候真相大白了。父王不如你去找一趟太子妃。本王今日叫你过来是有一计，可保薛家一丝血脉。本王当年被设计撕毁宫女一事，你知道多少年前？不肯说是吗？行，那本王只好使点手段去问你舅舅了。王爷，当年的证据已经全都没了，做事的人也都成了断头鬼，您现在查晚了。本王今日只想知道，当年到底是谁害的我？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栽赃陷害给我？是幻草，当年您吃的喜饼里被加了春药和幻草，那宫女身上放了一个特制的香囊，为引诱王爷以它为解药。皇后和太子还没死，本王怎么会洗不清？半月后是皇后的生辰宴，照我说的做。当年的事，父王不是问清楚了吗？怎么还叹气？当年的喜饼是萧景渊亲自给我的，本王当年只想安稳度日，却被他亲自毁了。如今我也要毁了他最在乎的东西。萧景渊不是想当好这个太子吗？可我偏要狠狠地把他从太子之位拉下来。此局已成，只待收网。啊！喝酒，二弟，喝！大哥，你这是被放出来了，饮酒小心点。不过大哥确实得敬你，毕竟若不是二弟大度，我也得不到慈安这样的宝贝。父皇喜欢慈安，我若早知道慈安的命这么好，我怎么会轻易的把他让给你呢？说的没错，慈安确实是本王的福星。慈安是福星，慈安，
父王错了，你要不要原谅父王？你跟着父王回东宫好不好？父王一定把你当宝贝一样捧着。来人，太子吃醉了酒，扶出去醒醒酒。皇祖父，慈安也有些醉了，慈安也想出去透透气。慈安又没饮酒，醉什么？朕倒是有些醉了。走，我们一起出去。好戏要开场了。这声音怎么听着像是……那里有声音。哎，这小朋友看不得的。秦王，宫人们之间的事，就不要在这个时候打扰了大家的兴致。今日是生辰，陛下不如先行离开。宫里发生了这等丑事，是臣妾的失职，臣妾定当亲自料理此事。萧云峥，怎么是你啊？殿下，薛灵儿，薛家的人不都尽数下狱了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薛家女眷被抽入奴窟，奴婢如今是这偏殿的宫女。殿下，是您强要了奴婢，您不能不要我呀！都是这个贱婢算计我，我堂堂皇孙怎么可能跟一个宫女私通呢？不是的，奴婢是被皇孙殿下强迫的。一个贱婢竟还满口谎言！来人呐，拖出去杖毙！等等，当年本王被诬陷和你的宫女私会的时候，母后不是这么说的。母后可是当年让那个宫女里里外外清清楚楚说了一遍。那如今，我们也给这个宫女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他说，若有一句假话，朕诛你九族。奴婢不敢撒谎。薛家不曾沦落时，莲儿便对大皇族心生爱慕。当时殿下醉醺醺的在湖边站着，奴婢担心殿下落水，没想到便被一把拉过去。混账！堂堂皇家子孙呐，行事竟如此放荡！皇祖父，孙儿真的是被冤枉的，方才孙儿的意识都不是清晰的，定是有人给我下药。来人去查，今日你若不能自证清白，朕就把你贬成庶人。云峥，今日是否有人给你吃了喜饼？对，在宴会前，大伯给了我喜饼，一定是大伯要害我。萧扁臣，你竟敢下毒算计，他可是你的亲侄。皇后为何这么清楚？为何知道我给她喜饼？又为何这么笃定我在饼里下毒？朕一直以来也有疑惑，景渊啊，当年你给你大哥那块喜饼，到底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景渊给的喜饼没有问题。可大伯给我的喜饼有问题，母妃你最了解孩儿的为人了。好了，云峥今日吃的喜饼在何处？朕亲自查。陛下，喜饼没有问题，这香囊也没问题啊。皇祖父，父王心地善良，我用我的性命发誓，父王绝不可能在大哥的喜饼里面加任何东西。我萧北辰以我生母先皇后的亡魂发誓，我没有在饼里加任何东西。但是当年二弟给我的那块团离饼里有没有不知道？不可能，他一定是把药下在了别处，请皇上明察。皇后，事到如今还想陷害北辰吗？我一直以为你是亲侄的亲妹妹，会事事为他着想，没成想你却一直在算计他。跟朕说实话，当年北辰的事是不是你谋划的？皇上，臣妾当年是一时被猪油蒙了心，才对北辰做了错事。姐姐最是大度，若她还在，定会原谅臣妾的。朕这么多年就是太信任你了。朕一直以为你是青芷的妹妹，也会有像青芷那种纯善的德行，真是瞎了眼了。来人，拟旨：皇后温清如德行欠亏，谋害皇嗣，今废其皇后之位，降其为嫔，暂居静思宫。其子萧景渊助母赘兄，构陷同根，即日起废太子之位，尽足皇爵嗣。不要，父皇，万万不可！他操持后宫那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不能废后。萧景渊，朕立你为太子，不是让你算计手足的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父王，我一定会让你当上太子的。慈安，你放心，父王一定会保护好你。